我是大齐最窝囊的公主，没有之一。这一切全凭我那位穿越者母妃的真传。母妃的系统任务是攻略皇帝，她熬了10几年，终于攒够积分，拍拍屁股回现代了。跑路前掏出一本宝典给我。闺女，娘刷了800部宫斗剧，真理就一条：苟住。苟住，苟住，苟住。从此我吃饭坐角落，请安站最后，赏花蹲在最矮树下，争取做一个透明人。就在我深耕苟道之时，这天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立七公主为皇太女，择日入主东宫。恭喜殿下，贺喜殿下。李公公，父皇是不是又吃醉酒了？哎，陛下清醒得很，早朝后亲自拟的旨呢。那我大哥、二哥还有五哥呢？大皇子勾结外臣，二皇子私调禁军，五皇子在宫里开赌房，把御书房门口的石狮都押出去了。其余几位公主皆已出宫立府，满宫上下就只剩殿下一人了。莫非你说的苟到退休是让我苟成九五至尊吗？那奴才就先行告退了。怎么办？怎么办？第1页，如何让宫女叫不出你的名字。第3页，如何在宴席上完美隐身。第7页，如何让父皇忘记你还有这个女儿。安全个屁！我现在是整个大宋最不安全的人。不对，我成了储君，好像大齐才是那个最不安全的。这个箱子放那边，那个包裹小心点，里面是殿下常用的茶碗，磕了边你赔啊。你搬这个干嘛？带去东宫啊。东宫会缺我一床褥子？这是您睡惯了的，万一东宫的褥子太软，您睡不着怎么办？这个缺口茶碗还能用呢，带走。这个也带走，木梳虽然秃了点，但梳着顺手。还有这个垫桌角的砖头，殿下您上次起夜就是被这块砖绊醒的，万一东宫没有这么合适的砖头呢？你干脆把房顶掀了打包带走算了。房顶可以吗？刚封皇太女就搬东宫，这盆兰花都比我有骨气。殿下，咱们快到东宫了。听说那边院子比咱们这边大，还有单独的厨房，你想吃什么就让小厨房做。我只想退休。东宫有退休金吗？小姐，哇，这就是东宫啊。好像是的。哇，哇，小姐，你看这个柱子，这个旗面，还有这个书架，比咱们旧店的房顶还高。陛下驾到！儿臣参见父皇，16年了，我跟父皇最熟的距离，就是宫宴最角落，隔着几十桌菜看见一团黄色。严格来说，我根本不知道父皇长什么样。平日课业如何？略微识字。识字好，识字好啊！能识字就能看懂奏折，看懂奏折就能监国。父皇，儿臣实在难堪重任，儿臣功课垫底，平日只知招猫逗狗，贪玩喜乐，好吃懒做，监国这等大事担当不起啊！功课垫底怕什么？招猫逗狗又怎么了？朕当年还是太子的时候，还骑过御花园的仙鹤呢。这到底是在安慰我，还是在炫耀黑历史？朕能骑仙鹤，照样当了皇帝。你招猫逗狗，怎么就当不了太女？朕信你，就这么定了。陛下口谕，为殿下量身定制皇太女速成课程。晨时治国策，午时奏折批注，酉时朝堂仪态，晚饭后练威严眼神。殿下何为仁政？就是尽量别惹百姓生气。倒也不算全错，那如何让百姓不生气？少征税，多放假，
逢年过节发点米。赤子之心，可塑之才。不知殿下如何看待？都行，都行。退朝。殿下，您现在是皇太女，不是以前那个躲在角落里的公主了。好的，好的。殿下，储君要有威严，要有决断。好的，好的。唉，陛下，臣以为册立皇太女一事，尚需从长计议。来了来了，终于有人反对了。女子当储君说出去，绝对要遭天谴吧？我待会儿怎么滚蛋才显得丝滑？殿下已及羲，却还未选太女夫。臣以为，当先成家再立业，方显储君稳重。王卿所言极是。3日后举行选太女夫大典，广召天下青年才俊入宫候选。不，父皇，儿臣还小，儿臣连朝政都没搞明白，哪来的功夫选夫婿啊？正营不懂，才需要个能干的太女夫帮你料理事务。放心，朕替你挑几个才学兼备的，你只管点头就行。不行不行，我得想个招。儿臣不喜欢男人。那这事容后再议。殿下，您终于回来了。谁让你们进来的？回殿下，是陛下命陈鼎来伺候殿下的。陛下说，殿下独自生活了18年，误以为自己不喜欢男人也很正常，特命陈鼎来陪殿下说话解闷的。走！殿下若是改了主意，随时换臣。殿下，您要是真喜欢女子，我认识好多姐姐呢，御膳房的小翠，绣坊的秋月，还有浣衣局的。哎呀，我喜欢你个大头鬼！听说了吗？殿下要选太女夫了。皇后娘娘说，这料子是江南新贡衣料，比水还滑，最衬殿下。陈妃娘娘现绣鞋2双，殿下夜里走路都不用提灯。殿下，照这个势头，您就算不当太女，光靠嫁人也够吃3辈子了。嫁什么嫁，太什么太，女什么女，跟我没关系。殿下难得路过，来去尝尝本宫新学的点心。殿下觉得我那侄儿如何？虽说比不得那些世家公子会作诗，可胜在老实听话。进了东宫，必定事事以殿下为先。遇事不决，先沉默。沉默不能解决问题，但至少不会立刻死。殿下没说不好，那便是愿意听听了。不是，我不是愿意听听，我是噎住了。我那侄儿读过书，脾气好，最难得的是后宅清静，他娘也好说话，绝不敢拿婆母架子压殿下。压我？我是皇太女，谁来压我都不合适吧？看来各宫消息都灵。殿下方才听了他家的，也听听我家的吧。我娘家那孩子会骑射，模样也精神。殿下如今是皇太女，身边总得有个能护着的人。护着算什么？东宫缺的是能替殿下打理庶务的人。我那侄儿算盘打得极好，家中账目从没错过。会算盘有什么稀奇？我家那个会做点心，殿下若喜欢桂花糕，他能日日给殿下做。诸位娘娘，我年纪尚小，此事是不是还得听父皇的？自然要听陛下的，可陛下既然让殿下选，那殿下的心意最要紧。是啊，殿下只管说喜欢什么样的，我们各宫也好替殿下留印。我以为沉默是拒绝，他们以为沉默是端水。我说听父皇的，他们以为我在等他们加码。我忽然想起夫子留的功课还没抄完，就不叨扰诸位娘娘了。殿下慢些走，我这就让人把画像送去东宫，殿下夜里慢慢瞧。
画像就不必了吧？要的要的，光听我们说，殿下哪里知道合不合眼缘？我宫里的点心，殿下也带些回去。若觉得哪样合口味，便让人传句话，我好叫那孩子亲手再做。我那边有几匹新料子，也送去东宫。殿下若喜欢什么颜色，便知道了。喜欢点心等于喜欢做点心的人，喜欢料子等于喜欢送料子的人。我如今连吃块糕、看块布都要背上婚约嫌疑了，我有些不适，先告退。你还拿？殿下，人可以躲，点心不能浪费。那些点心是点心吗？那都是人情。人情这么香吗？殿下，其实奴婢觉得也不是坏事。各宫娘娘送来的东西总归值钱，咱们东宫刚搬进去，缺的可多了。绣鞋、香囊、料子、点心，能用的都能记账。记什么账？万一殿下将来不选他们家的人，咱们好原样退回去。今日我没拒绝，明日他们就敢说我愿意相看，后日我若吃了谁家的糕，外头就敢传我中意谁家的侄儿。那殿下打算怎么办？回东宫，关门谁也不见，只要我躲得够快，刘晏就追不上我。可若他们已经把东西送去东宫了呢？不会吧，后宫娘娘们再急，也不至于这么快吧？殿下让让，别踩着绸缎盒子。这个像陈妃娘娘宫里送来的，哎呀，还有画像。不许说！殿下，这是桂花酥，桂花糕的教训还不够吗？现在但凡带花刺的点心都离我远点。关门。殿下没退礼，也没说不见，这是要一视同仁，免得偏了哪一家吧？殿下。听起来很有道理，有道理个鬼！从今日起，东宫闭门谢客，谁来也不见。殿下，皇后娘娘亲自挑的笔墨，愿殿下读书劳累时用得顺手。盒底附了一张小像，此人也读书，将来正好红袖他乡，共论经义。什么小像？我听不懂。殿下果然不拘俗礼，不在意容貌，只问学问。殿下如今身份不同，婚事虽重，也不可荒废课业。夫子，我还不小。不小了。我资质平平。配不上别人。殿下难得有自知之明，但储君择夫不只看资质。皇后娘娘送笔墨一匣，附画像一张；陈妃娘娘送绣鞋一双，附长处6条。还有这个没署名，只写愿为殿下研墨3年。都退回去。殿下，退给谁？那就先别动，放库房。殿下英明，不收不退，最是稳妥。殿下7位美男派人递帖，说事前被赶走是他们不懂规矩，如今听闻殿下只看诚意，便改了名目，有求侍奉的，有求论学的，还有求献策的。殿下，今日又多了12封，昨日不是才8封？有4封是昨日退回去的，今日换了说法又递来了，有谈诗的、论证的，还有1封说自己擅长算账，愿替殿下分忧。算账的那个留下干什么？赶紧退！可他随帖送了一只金算盘。夏荷，你清醒一点，那不是算盘，那是催命符。如今东宫又大，催命符若是纯金的，也不是不能先收下。殿下，陛下召您去御书房。站住！父皇日理万机。儿臣忽然想起东宫还有一盆花梅香，花死不了，你再躲，朕看你也快活不成了。这些都是近来递到宫里的。父皇，儿臣还不想。为什么？儿臣才疏学浅，不通人情世故，实在不会看人。儿臣愚钝，怕看错了人，误了人家终生。如此大事，儿臣万万不敢决定。父皇英明神武，此事自然该由父皇做主。朕原本只当这是你小女儿家的婚事，既然你说不会看人，不敢决定，倒提醒了朕，你如今是皇太女，将来要用人、辨人、育人。若连身边可用之人都不敢圈，以后满朝文武你也都推出去。儿臣可以少用人，大齐也可以少要一个皇太女。婚事可以不急定，但人不能不看。你先从这些人里圈出能用之人，看家世、看文章、看应对、看品行。若儿臣一个都看不中呢？朕没让你都看中，朕让你不许一个都看不见。看错了便记住，储君用人错一次是教训，不敢看是废物。儿臣遵旨。李公公。凡名册之中候选青年不拘家世，先查才学品行，再定去留。告诉朝臣，不许私下递帖，不许后宫说相。谁再借送礼堵东宫的门，朕就让他自己进宫陪读。奴才遵旨。他闭门谢客没挡住人，反倒把人挡成了明旨入宫。殿下，陛下说了，候选青年分批入宫读书之前，还请殿下先圈一圈，哪些可先入宫，哪些可缓一缓，殿下心里也好有个数。也很高兴。奴婢不敢，就是替殿下高兴。母妃说过，遇到实在躲不开的事，就把事情办得离谱一点，让别人觉得你不堪大用。殿下，这样会不会太随意了？我要的就是随意。殿下，若陛下问起来，就说我尽力了。来了，快骂我，最好骂得狠一点，说皇太女荒唐无知，不堪为储。陛下，臣昨夜看过皇太女所圈名帖，深感欣慰。
欣慰。王卿说说，殿下所圈之人，有高门子弟，也有清流之后，有武将家中青年，也有文臣族中子弟，也未独众世家显贵。臣原还担心殿下年少，难免受后宫亲疏人情往来所扰。如今看来，殿下心中自有章法。确实，若总是这一位不同寻常，难免叫人只看门第。其实也不必这么严重。殿下不愿因私事惊动朝堂，可楚军无私事，殿下婚配所系，那已是朝局观感。那候选青年入宫读书一事，便照旧。不是我不够荒唐，是他们太会解释。殿下今日所为，臣等都看在眼里。太女夫虽是家事，却也关乎楚军安定、朝局观感。殿下不偏门第，不徇私情，实乃难得。殿下，要不奴婢把那些名帖藏起来？藏哪儿？旧褥子里？旧褥子已经是我最后的尊严，不能再塞这种要命东西。有办法了，读书。殿下，您终于想通了。想通什么？想通要做一个勤勉好学的殿下。我是想通了，夫子骂人总比王大人催婚好听。殿下坐前面，楚军听课，当明目正身。坐在角落里，如何让人看见太女气度？看不见最好。怎么把这些名帖烧得神不知鬼不觉？殿下以为楚军择人当看什么？这哪是治国策，分明又让回太女夫了。好，不急于作答，先听先看先思。殿下近日确有长进。我不是先思，我是怕死。今日殿下听课专注，记下了。何人在外？听闻萧穗燕今日在上书房研读治国策，想请殿下指点。指点？我连仓促之弊都没听懂。我随口一句话，可能就会变成别人前程上的印，不能夸不能板，最好也别接。殿下不急，先让他们候着。殿下今日少言，沉静如山，已有楚军兴克之象。殿下，臣特写论楚军择辅之要，请殿下辅正。我连自己的命都辅不正，还辅正他的策略。殿下，您若不接，他们怕是要跪。那就让他们站着，别跪，地上凉。殿下仁心，体恤学子。好。殿下听课辛苦，奴手熬了参汤。殿下若嫌策论枯燥，奴可为殿下朗读。殿下若要强身健体，奴愿每日陪殿下练拳。殿下，稳住！您现在是萧穗燕，我现在想当块门槛。楚军身边，当以国事为重，岂可沉溺声色？殿下日理万机，我等伺候衣食起居，怎就成了声色？况且殿下至今未曾多看我等一眼，何来沉溺？我头疼，殿下病了，快让开！殿下不愿当众点评。殿下躲入屏风之后，想必是在暗中观人品行。殿下少言，是让我们自行变难，择其可用者。我到底怎样才能赶走他们？殿下，等他们说累了，自然就会走。公公，我病了，真的病了。陛下说，殿下病中仍能使青年才俊会于东宫工作策论政，可见已有楚军号召力。不是，他们是来逼我选夫的。陛下还说，既然殿下能让他们争相献策，想必也该能办一件小差，试试本事。陛下口谕，皇太女近日声望颇盛，群贤毕至，足见楚军已有巨人之能。五国使者将至，接风宴章程交由殿下先拟，明日呈御前。公公，我近日头疼胸闷眼花，这样的大事怕是办不好。陛下说了，办不好才要学。若殿下事事都会，三位师傅岂不是白太俸禄？殿下，接旨。父皇，儿臣恐怕担不起。朕知道，所以才让你先担一担。皇太女既已急逼，诸家子弟愿为殿下筹谋，正可见朝心可用。接风宴虽小，却能验殿下用人识礼统筹之能。可那些人未必是真心为国，兴许只是想攀附东宫。能让人想攀附，也是本事。若儿臣弄错了，轻则失礼，重则损国体。五国都盯着大齐楚军，此宴办得稳，便是稳国本；办得乱，外朝便以为楚魏不稳。殿下，咱们还躲吗？躲到上书房角落里去。夫子讲课时，我坐最里面，谁也看不见我。殿下，陛下还有一解禁，明日起，三位殿下同回上书房听讲，与皇太女一道参详，接风宴就例。这些字怎么都像长了腿，专往我脑门上踹。从前我靠墙，靠柱子，最好还能靠着灰尘。如今这白晃晃写着，来看我。七妹，夫子今日查你接风宴章程，你坐前面也方便些。
七妹如今倒是勤勉。哪里，父皇交代的差事总要装装样子。七妹年纪小，难免拘谨。五国使臣来朝不是小事，礼部与上师局都会协助，你只需把大方向定住。对，大皇子说的是，我只点头。你倒是会省事。我是真想省事。母妃说过，别人带火气说话时别急着争，点头就好。可五皇子的火像烧不完，从前那个角落救不了我了。我坐在哪里，他们都能看见我，因为我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萧穗妍，而是挡在他们面前的皇太女。七妹真是好计策啊！从前不显山不漏水，窝在角落里装傻充愣了10几年，竟然藏着这一手。我们几个在前头折腾，你在后头捡了个现成的。这话反驳显心虚，不反驳又像默认。母妃册子写过，宫中遇事第一要务顺毛驴。五哥说的是，我从前确实不显山不漏水，主要也没什么山水可漏，装傻充愣10几年不是故意藏拙，实在是本来就拙。至于捡现成的这事儿，五哥更是慧眼如炬，我哪有本事争这个？全靠父皇圣明，误打误撞才叫我坐在这儿。七妹倒是谦虚，你就不觉得羞愧？羞愧，每日都羞愧，夜里想起来都睡不着，实则我睡得安稳得很，只是夏荷总担心我挨饿，每晚总不停地往我这儿塞各式糕点。五哥若觉得不平，回头我去父皇面前说说，我真不是那块料，治国策背不熟，奏折看得头疼，上朝还总站错地方。要不父皇再想想？怎么才当了几日皇太女就想着撂挑子？父皇的旨意也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坏了，我只是想表明没野心，不是想被扣抗旨的帽子。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自己德不配位，才学浅薄，恐怕误了大齐江山。那你当初怎么不惧？当初胆小不敢，现在胆子倒大了，敢拿退位来博名声？不，我没名声，真的没名声。五哥要是喜欢，我那点名声全给你。石盘夫子，别罚我抄书。殿下能受兄长之责而不变，能处高位而知不足，甚好。处君之道，最忌锋芒太露，能忍一时之辱，知进退，明轻重，方有容人之量。七妹既然这么会忍，那你倒是说说，你凭什么当皇太女？五哥说的对，我确实不配。论出身，论才学，论胆识，我样样不行。若是父皇哪日想明白了，废了我，我一定第一个谢恩。你少在这里装可怜，你若真不中用，父皇为何偏偏立你？五弟，够了！上书房是读书议政之处，不是审案之堂。父皇既已下旨，七妹就是皇太女，你若不服，可去御书房向父皇陈明。大皇子到储位没落到你头上，你就一点不急？急不急？错了便是错了。父皇既有圣断，我们做儿臣的先该学的是认。五皇子，坐下。殿前失仪，言语逼迫储君，若老臣禀明陛下，五皇子以为如何？夫子息怒，五弟性子急，到底只是兄妹口角，不如让他抄一篇治国策醒神，免得耽误授课。对，我没放在心上。五哥只是关心我，怕我德不配位，误了大齐江山。他这也是为国操心。谁关心你？那就是关心大齐。能受逆耳之言而不怒，亦能替兄长开脱。皇太女今日倒有几分容人之量。皇太女既已入主东宫，往后总要办些实事。外朝使臣不日入京，接风宴由礼部拟章程，但储君也该知晓座次、礼数、菜品禁忌，不可一问三不知。七妹若看不懂，回头我帮你理一遍。座次礼制最怕乱，慢慢来，不难。不好，这不是读书，这是要把我埋了。萧穗妍殿下，今日起课业另作安排。夫子，我觉得先前那些就挺好。先前那些是给公主读的，如今是殿下。治国策要读，奏折要批，朝堂仪态要练。储君不是坐在角落里点点头就能糊弄过去的。若地方水患，粮仓不足，朝廷该先调粮还是先拨银？要不先问问地方想要什么？七妹果然深谋远虑，治国全凭问。五哥说的是，我确实不太会，快对我失望吧。最好明日就去父皇面前告状，说我不可教，赶紧把我废了。基础太差，先加一卷水陆册，今晚抄一遍，明日背。其实我方才是谦虚，我还能再想想。既然还能想，便再加一卷赈灾册。殿下试着批。
七妹初学，能看完已是不易。楚君批者不是与人闲话，知道了无用，更无用。准与不准，因何准？钱粮从何处出，责成何人办理，都要写明。那我不批不就不会错？不批比批错更错。七妹这法子倒好，天下奏折堆成山，殿下往山后一躲，国泰民安。五哥会说就多说点。五皇子说的也有理，殿下既怕批错，便从今日起，每日批3封旧折，错一处改10遍。萧遂言殿下，请站到上书房正中。朝堂之上，楚军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听臣奏事，不可缩肩，不可低头，不可左顾右盼。肩放开，眼神稳住，不是让殿下像看见鬼，也不是让殿下像欠人银子。夫子，我天生就没有威严。那便练，不许缩，不许晃，不许用袖子挡脸。我装傻，夫子只会觉得我根基太差。五皇子会等着抓错处，大哥越替我说话，旁人越觉得我什么都不懂。他们已经开始替我把无能2个字写在脸上，写完了还要我顶着他去坐那个位置。夏胡若在就好了。殿下说什么？夫子，我好像有点头疼。头疼便少想旁的，多背书。也有点胸闷。站姿不正，气不顺，再站1刻钟。李公公到。每次李公公这么笑，都没好事。陛下口谕，五国使臣不日入京，接风宴由皇太女殿下主持筹办。礼部尚食局、红林殿各司其职，接听皇太女殿下调度。五国使臣，公公，这种事不该是父皇亲自来吗？殿下说笑了。陛下说，皇太女既为储君，总不能只会批几个字，占几个时辰。此宴是陛下给殿下的办差测试，殿下正该借此学一学礼制邦交。宴席虽小，却关国体，座次礼仪，赏赐菜品，无一不是储君该知之事。七妹不是最会藏翠吗？这回可得好好藏。五国使臣面前丢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脸。五哥说的是，要不父皇还是换个人丢脸吧。皇太女殿下说话真是有趣，可外邦不懂殿下的有趣，只会觉得大齐储君轻浮无能。七妹初掌此事，难免生疏。若有不懂，可先看旧例。五国使臣各有礼俗，礼部应当早有调陈。旧例名册和礼部调陈已送往东宫。陛下说3天后，请殿下先拟出章程，呈御礼。3日？五国的事3日就要章程？储君办差不能等事到眼前才慌。殿下别怕，宴席嘛，不就是摆桌吃饭？奴婢觉得点心多备些，总不会错。若点心摆错了，可能就不是错，是邦交不睦。殿下，这是什么意思？完了，我发现自己连谁该坐左边都不敢决定。左为尊，还是右为尊？殿下，奴婢只知道吃饭时您惯用右手。这回不是丢我自己的脸，是皇太女第1次主持外邦接风宴，排错了，轻则不堪大人，重则大欺不懂礼数。夏荷，我现在装病还来得及吗？殿下若病了，陛下大约会让人把折子和名册搬到床边。
七妹，这是被礼部的字压住了。大哥，我不是不会，我只是想多斟酌斟酌。接风宴最忌一人硬扛，父皇让你主持，是让你学统筹，不是让你把礼部上士兵的活全抢了。主位是父皇，父皇若不全程在席，你待楚皇位居上首。五国按国书递进先后，再依品爵微调。这两席旧年边境口舌未清，不可相邻。这两席进写显得大旗不偏不倚。营使照礼部及辞念，怕忘就写在袖中。敬酒3云后起乐舞，免得席间太静，外臣借题发挥。甜点也能出事？既然写甚，便让上食局另备2样清淡点心，每席按禁忌分制，别混就是。七妹如今真是威风，办个宴还要大哥手把手教。五弟若有高见，不妨也来看看。五哥，是不是哪里不妥？没有，七妹这么聪明，大齐的脸面自然稳得很。甜点虚甚，倒是有趣。殿下，你已经看了第6遍了。第6遍怎么了？第6遍也可能把人命看没了。母妃宝典说，遇事不决，装死。可父皇把我摁在接风宴主位上，我真装死，明日礼部就能把我装棺材抬出去。殿下，这位使臣不能沾花生。这个圈大一点。大齐礼数周全，令人叹服。诸位远道而来，父皇特命孤设宴相迎，若有不周，还请见谅。殿下，第3道过了，记。第5道也过了。那位使者没碰他不能碰的，继续定。殿下，再过1轮酒便可散席。殿下，快成了。大人，你怎么了？不是吧？母妃说过，宫里热闹的地方不要去，杯子摔了不要看，人倒了更不要往前凑。可现在我是这场宴的主人，殿下，传太医，快！别碰他，他这是吃错了东西。菜单我反反复复看过，忌口也让人念过，没有花生，绝对没有。皇太女殿下，今日宴席是殿下主持。是。菜品也是殿下亲自过目。是。若有不妥，大齐定会查明。花生糕，本使入京前明明递过文书，写得清清楚楚，本使忌花生，沾之即发症。花生糕菜单上没有这一项，绝对没有。大齐明知本使忌花生，仍在接风宴上摆花生糕，是要给本使一个下马威，还是要借宴席害本使性命？皇太女主持此宴，难道不知本使忌花生？大齐若无害人之心，为何偏偏将花生糕送到本使案前？完了，母妃说的对，人不能站到亮处，一站到亮处，锅会自己长腿跑来，精准扣在我头上。若我认了，便不是我一人没用，是大齐明知邦交禁忌，还把要命的东西端上桌。若我不认，又得拿出证据。怎么，殿下无话可说？不对，殿下说什么不对？菜单不对，正式菜谱里没有花生糕。真的没有，我背过。若正式菜谱有花生糕，我不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使臣忌花生这一条我核过，上食局和礼部呈上的单子，凡是可能沾花生的都该划掉。那此物从何而来？难道是他自己飞到看本使案上的？若菜单没有，东西却上了桌，那就不是我一处出了问题，甚至有人趁乱加了这盘不该有的点心。你的菜单呢？殿下，册子在这儿。没有花生糕。
菜单上没有花生糕，可这盘点心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太医呢？怎么还没来？七妹这会儿倒急起来了，这花生糕总不会是自己长了腿跑到使臣岸上的吧？当然不是，所以我也很想知道，这盘不在菜单上的糕点是谁越过上师局和礼部强行塞进来的？父皇，儿臣早说过，七妹年纪轻没见过场面，可手忙脚乱是一回事，险些害了外朝使臣又是另一回事。大齐便是这样待客。父皇，此事若传到外朝，届时我大齐有意谋害使臣，皇太女出掌东宫，便闹出这等乱子，叫五国如何看我大齐？离间朝臣百姓如何相信皇太女能担得起国本？母妃说过，遇到麻烦要苟住，可要是有人直接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你还苟，那就是等死。五哥这顶帽子扣的可真够大的。难道我说错了？错的离谱。五哥说我谋害使臣，我连这些使臣叫什么名字，哪国跟哪国交易都要靠死记硬背，我图什么去害他？诸位大人都知道我以前是个什么名声，我才疏学浅，今日这接风宴，我连菜谱上的生皮字都要请教礼部。如果我真有心害人，怎么会蠢到在自己主持的宴席上用一盘如此显眼的花生糕去毒人，然后当场等着被抓？你那是欲盖弥彰！欲盖弥彰！使臣刚刚倒下，太医还没查验，负责传菜的工人还没审问。五哥不关心使臣死活，不关心两国邦交，第一反应却是早就知道今晚会出事一样。你血口喷人！够了！父皇息怒，武帝也是关切国体，一时心急。但儿臣以为皇太女所言在理，此事尚需详查。花生糕既不在菜单之上，又能传到使臣案前，显然是有人蓄意破坏大齐与外朝邦交。若此刻急着定罪，反倒遂了那贼人的意。七妹虽然年幼，但心思纯正，断不会做出此等阴毒之事。都闭嘴！陛下，此事若不给本使一个交代，交代会有。大齐设宴待客，绝不会用一场点心去害人。当然，朕也绝不会让真正动手的人躲过去。父皇，皇太女是主理此宴之人，出了这样大的疏漏，她自然……朕说查，没说听你定罪。传礼公公，封上师局今日接风宴试膳记录一个都不许少，被膳房今日合过的菜谱、座次单、进透厅全取来，谁拟的，谁合的，谁送到东宫给皇太女过目的，一一写清。传菜的太监今日从御膳房到殿前，哪一道菜经了谁的手，在哪儿停过，谁临时调换过托盘，都列明。父皇明察，只是皇太女总不能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便全无干系吧？武帝，皇太女出办大宴，若有人有心利用她不熟悉流程，从中做手脚，岂不是更该查清？若今日只急着定她的罪，反倒叫真正害两国邦交的人笑了。说得好听，以前我忍，今天我可不吃这种哑巴亏。大哥说的对，我确实不熟悉流程，正因为我不熟，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怕出错。我知道自己看不懂那些绕来绕去的忌口单，所以我昨天拉着上师局送单的管事，把五国使臣的忌口一样一样背了下来。我还怕自己记错，特意让夏荷用朱砂笔在单子上画了圈，留了底当。父皇说的对，要查就查到底。儿臣没有跪下请罪，是因为儿臣无罪。儿臣想起来了，昨夜核对点心单子时，因为有一道点心可能犯了秉国使臣的忌讳，我曾下令将其撤下，换成最稳妥的枣泥山药糕。那道被撤换的点心原本不叫花生糕，叫如意果。查，不仅要查名册，现在就把昨日跟我对接菜谱的上师局管事和负责这一桌传菜的官人当场押上来对质。听见太女的话了吗？奴才遵旨。把人给朕带上来。我不惹事，但既然你们把刀递到了我手里，就别怪我当场砍回去。陛下，
这是殿下昨夜亲自核对的单子，殿下怕底下人出错，特意让奴婢收着原件和撤换单。父皇请看，这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因秉国忌讳，如意果被撤，换为枣泥山药膏。从头到尾，儿臣的单子上都没有花生糕这3个字。回陛下，奴才核对过了，上士局出膳时，点心确为枣泥山药膏，数目分毫不差。可到了传菜的游廊处，负责使臣这桌的太监，托盘里却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上了一盘花生糕。就算多出一盘，那也是皇太女监管不力。她既然连单子都能细查，为什么传菜的人被换了却不知道？归根垫底，还是她担不起主理宫宴的职责。监管不力？那临时加进传菜队里的太监从身上搜出来的腰牌，为何是你宫里的人？花生糕从何处来？谁让人混入使臣席面？需要朕现在就把你宫里所有的管事拖到殿前，当着5国使臣的面审吗？父皇，儿臣绝没有谋害使臣之心啊！儿臣只是觉得皇太女才不配位，想给她使个绊子，让她知难而退。底下的奴才定是会错了意，才把点心端给了过敏的使臣。哼，蠢货！想给太女使绊子，结果差点拿大齐的国运和外朝邦交去陪葬。朕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若非陛下圣明，皇太女殿下心细如瓣留了底道，本使还当大齐待客，是以性命作戏。此事是朕教子无方，险些连累贵使，大齐必给交代。太医会用最好的药，一应赔礼，绝不含糊。既然真相大白，是有人恶意构陷太女殿下，本所便等候陛下处置。老吴，罚俸1年，禁闭半年，没有朕的指令，不许出宫门半步。今天这一遭，我更不想待在太女这个位置上了。殿下，5殿下都被禁闭了，您这回总能松口气了吧？一块花生糕都能差点把我送去给外朝使臣赔罪，下回若是菜里有毒，酒里有针，椅子腿被锯断呢？这太女的位置不是椅子，是火盆。除了送饭，谁也别进，就说我受惊过度，需要静养。那奴婢把门上也插上，窗户呢？那要是李公公来呢？陛下说了，殿下今日处置宴席于事，虽有惊无险。明日起，御书房听政之后，加一堂储君应变课，3位夫子已经候着了。公公，能不能同父皇说，我病了？陛下还说，殿下若病了，就把夫子请到东宫来。我忽然好多了。唉，殿下，昨日之事，若换了真正储君，第一要稳人心，第二要查源头，第3要控口舌。是。每日练半个时辰站姿，半个时辰威仪，半个时辰问责。眼神要有锋芒，不是受仙的兔子，也不是犯困的猫。昨日5殿下被罚，太女殿下倒是躲过一劫，谁知道呢？太女殿下前不声不响，如今一出手就把5殿下送去禁闭，未必真相不灭。殿下恕罪，奴婢知错。东宫不是茶肆，再有下次，告诉夏衣扣月钱。是。殿下，是陈妃送来的绣鞋，还有话，说殿下若觉得闷，可去她宫里坐坐。她娘家有位青年，最会讲笑话。我把门关得越紧，外头的闲话倒越像风一样往里钻。花生糕一案洗清的只是差事，旁人看我的眼神已添了暧昧揣测。快点，等会儿要迟到了。皇太女殿下到现在还没定太女夫呢，定什么呀？先前殿下不是当着满朝文武说不喜欢男人？谁知道呢？贵人们的癖房哪是咱们能懂的？殿下别气，他们也没说殿下坏话。他们都快把我说成妖怪了。也没有，最多是怪癖。
我明明只是为了逃婚说一句，怎么就越说越像真的？他比五皇子安静得多，可越安静，我越不舒服。不像明刀明枪的骂，倒像等着给我裁一件穿不上又脱不掉的衣裳。殿下把人赶走，是不是因为嫌不合心意？办差会留下账册，撕掉会迁出禁军，可民警不必查得清。萧岁燕差事上刚洗去，那便从荒淫好色、男女不辨的名声下手。殿下喝口茶，润润嗓子，等会儿还要背各部报的规矩呢。父皇，儿臣能不能歇半日？楚军不能歇。那儿臣不当楚军。想得美。殿下，明日一早要用的。我好累啊！殿下，你坚持住，病倒了的话，陛下可能会把夫子请到榻前讲。完了，夫子明日又要骂我。你是谁？殿下，你别哭，你一哭，这事就更像真的了。来人，开门！快开门！你有话好好说，我们两个现在要是被人看见……门为何锁着？回皇后娘娘，奴婢这就查看。不是我，皇后娘娘救命！草民本不敢说，可事到如今，若再不说，草民这条命也没了。你慢慢说。皇后，不是他说的那样，我醒来他就在这儿了，我也不知道。殿下，你贵为皇太女，草民低贱自然说不过你。可昨夜您分明，草民不敢污蔑殿下，是殿下强迫草民反抗不得。先前不是就传东宫里有7位美男吗？这要罢再笑点吗？还有殿下在朝上说过不喜欢男人，后来陛下又送了人去东宫，谁知道？没有，我真的没有，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殿下，你不能因为草民不从，就说不认识草民啊！草民昨夜一直求您放过，可您力气太大，草民如何挣得开？我力气大？是，殿下看着柔弱，可手劲大的惊人。草民被您按住，半点动弹不得。草民若有半句假话，愿天打雷劈。你可知自己如今是什么身份？我知道，你是皇太女，一言一行都牵着朝堂和后宫的眼睛。前些日子选太女夫闹得沸沸扬扬，东宫又传出那些不清不楚的话，如今再出这样的事，你让旁人如何想？可我真的什么都没做。皇后娘娘明鉴，草民身上还有被殿下抓出来的伤，
草民不敢当众失仪，可草民实在冤啊！住手！草民知道殿下近日被课业、朝政、婚事逼得厉害，心中苦闷，一时荒唐也是有的。可草民只是个无权无势的人，不能平白受此羞辱啊！此事未查清前，谁也不许外传。若有半个字漏出去，本宫定不轻饶。皇太女，若你真是近日压力太大，做了糊涂事，现在说出来，本宫还能替你在陛下面前求情。你年纪小，又骤然担起储君之位，一时失了分寸，并非不可转还。听话，跟本宫说实话。我没有，我真没有强迫他。我醒来就在这儿，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弄来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儿。殿下还要把罪推给旁人吗？昨夜这里只有殿下和草民，难道是草民自己把自己绑来，强求殿下的吗？你说有人害你，可有证据？皇后娘娘，草民愿受查验，愿对天发誓，只求娘娘给草民一个公道。陛下驾到！陛下，此事罪身。完了，连皇后都不能说话了，那我岂不是更不能喊冤？别哭。儿臣没哭。陛下为草民做主，草民虽身份低微，却也是清清白白之人。昨夜殿下他……你方才说萧穗燕强迫你，你还说她力气很大，你反抗不得。正是。殿下虽看着柔弱，可力气极大，草民拼命挣扎，仍旧挣脱不开。我力气极大，我平日连多塞2本书的包袱都凌凌的想死。来，你过来，搬他，搬起来，用力。父皇，儿臣已经在用命了。父皇，儿臣搬不动。你去搬。陛下，朕说去搬。方才殿下试了3次，接着哭啊！陛下饶命！草民一时糊涂。一时糊涂，能糊涂到皇太女床上去？草民不敢，草民是被人安排的，草民根本不知道那是皇太女殿下。有人给了草民银子，说只要醒来后按他说的哭喊，说殿下强迫草民，草民以后便可衣食无忧。谁？哼！你方才污蔑皇太女时，嗓门倒是大，现在知道怕了。说。陛下明鉴，草民一家都在旁人手里，草民若不照做了，是二皇子。传。认识他吗？儿臣不知父皇何意。二殿下，你救救草民！你说过，只要草民咬死了，草民就不会有事。放肆！本皇子何时见过你？是您的人把草民带进宫，是您吩咐草民醒来就喊，是您说皇太女殿下名声本就不好，宫里还有7位美男，没人会信他清白。一派胡言！撕掉禁军！朕念你是皇子，留你踪迹，留你体面，你不知悔改，今日竟敢构陷皇太女名节！父皇，儿臣没有，儿臣只是听闻凄美荒唐，想替父皇分忧查一查。查到床上！皇太女是储君，你毁她名节，便是动摇国本。今日若让你轻轻接过，明日是不是谁都能往东宫塞个人，往他身上泼盆脏水？父皇，传旨，二皇子谋害储君名声，心术不正，悖逆无伦，即日起削去皇子爵位，贬为庶人，终生圈禁，无诏不得出。父皇，儿臣知错，儿臣只是一时糊涂。七妹不是没事吗？她不是已经洗清了吗？拖下去。七妹，你听二哥说句话，二哥只是糊涂，
二哥没有真想害死你，你以为你坐得稳吗？此事到此为止，皇太女清白无损，往后谁敢再以此议论，按同谋论处。儿臣谢父皇。殿下，您别怕，陛下已经替您做主了。做主归做主，差点没命的是我，也没差点没命，是差点没名声。名声没了，我离没命还远呢。从今日起，我闭门养病。殿下哪里病了？要不要请太医？太医来了要开方子，开方子就得喝药，喝药苦，苦了我就更病。母妃那本苟活宝典太委婉了，若不幸成了皇太女，就该立即挖坑把自己埋了。公公，父皇若问我功课，我昨夜受惊过度，已经全忘了。殿下放心，陛下今日不问功课。陛下吩咐，3日后秋猎，请皇太女随驾。秋猎，公公，我病了。陛下说病了更该出去散散。我腿软，不会骑马，胆子小，去了会丢大齐的脸。陛下说骑马不用走路，正好学学。殿下如今不去，才叫丢大齐的脸。洗清嫌疑不代表安全。二皇子能塞人，五皇子能塞花生糕，秋猎里谁知道能塞什么？我得去见父皇。殿下终于要主动请命了，请命不去。又怎么了？父皇，儿臣德薄才薄，秋猎只会添乱，不如让大哥随驾，他稳重。你是皇太女，皇太女也可以在东宫替父皇祈福。你是怕骑马还是怕出风头？都怕，还有也怕死。所以你更该去。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站不出去，旁人便会替你站出去。你越躲，他们越觉得你好拿捏。可儿臣不会骑马，箭也射不准。若有人趁乱害我呢？若怕有人害你，就把护你的人选好。儿臣觉得东宫也需要人坐镇。东宫不会跑。殿下，陛下答应了吗？答应了，答应让我一定去。谁能护住这颗随时想滚回东宫的脑袋？凡事先保命。母妃写的明明白白，可册子没写。若父皇非要把女儿塞进猎场，女儿该如何体面地装成一只病弱蘑菇？殿下，陛下召您去教场。陛下说了，只是去挑护猎之人。挑护猎之人好啊。只要挑一个稳当的，能把我从马背上拎下来，我就能朕今日让你自己挑，秋猎时谁护着你，你说了算。七妹眼光真独到，挑了个昨夜上马都差点摔下来。七妹，那位剑术极好，剑猎新欢，若入林中，恐怕难免追逐。剑猎心喜，我不是去剑猎，我是去见祖宗边缘刺杀的。你这挑人的法子，倒像是在挑逃命的臣子。父皇英明。是也好，既然你拿不动主意，便比一比，胜者护太女入猎场。这个不行，跑得太快。若我在马上，我会先到猎场。若林子里突然窜出的是兔子，他会不会也这么兴奋？不行，他太会飞了。七妹，你到底是挑护卫还是挑秤砣？非要人家钉在地上不动才好？能盯住也不是不行。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保命绳吗？七妹，那位是定北侯府的裴家公子裴衍。定北侯府通常都不好惹，也很会打架。裴衍自幼随定北侯习武，骑射都不错。刚才剑靶那一轮，七妹应该也看见了。林中有意外，若由他护着，想来父皇也能放心。大哥费心了。你是我妹妹，先前那些事过去便过去了。若不是最近被接连毒打过，我可能真会信。
闺女，瞧准了没有？父皇，若是进林子后迷路，能不能先不打猎，先找能吃的？七妹谨慎些也是好事。裴炎硕树稳，食物也稳，正适合。裴炎，秋猎时你护着皇太女，她若少一根头发，朕唯你是问。是，陛下。七妹，这下可安心些了。安心一点点。裴公子，若待会儿真有什么东西冲出来，你先跑。臣护着殿下。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先跑去叫人，毕竟你活着才能搬救兵。殿下，猎场里随驾侍卫很多，麻烦从来不讲道理。他不管我有没有侍卫，也不管我是不是皇太女，只会挑我最想缩起来的时候砸下来。殿下坐稳。要跑了吗？若林路着会颠。我不像皇太女，倒像一颗被绑架进猎场深处的土豆。裴公子，这马他平日里脾气好吗？很好，只要不受惊。什么东西？方才林子里有影子。殿下别乱动。是野狗！别散。裴公子，咱们能不能先下去？殿下，后面也有！不可能，这地方昨日才查过。昨日才查过，那就不该有野狗。偏偏他们来了，偏偏他们来了，偏偏在我进了林子之后。阿锦，阿锦，小锦。原来猎场最可怕的不是齐木。莫非我可能狗不到退休了？殿下别怕，我尽量。别离我3步。殿下踩我走过的地方。殿下，殿下在何处？殿下，殿下！裴炎，我没事。殿下可伤着了？没有。护驾来迟，请殿下降罪。先带殿下离开这里。你伤得比我重。殿下无事就好。七妹，你没事吧？真是吓死大哥了。这么严的猎场，野狗从何而来？查，给朕彻查！殿下没事就好，殿下没事就好。那些野狗扑过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突然，没有预兆。我以前以为皇太女这个位置最可怕的是上丑，直到今日我才明白，那些都只是小打小闹。这次是真的有人想要我的命。点灯，把店里的灯全给本宫点上。不能再躲了，拿
哪怕我当着满朝文武说我不行，也没有用，因为别人要争，我退无可退。李公公，猎场的事查出来了吗？回殿下，陛下还在查。猎场防守严密，那么多人，难道就没一个看见那些畜生是怎么进去的？殿下，正因为人太多，才更要一层一层查，谁当值，谁换房，谁递过牌子，谁领过钥匙，错一步，那些东西就能被顺理成章的放进来。东西真正要命的哪里是畜生，而是能把畜生送到本宫面前的人。殿下放心，谁要是敢从这儿爬进来，奴婢先用东宫的账本砸死他。夏荷，你说我若还是从前那个没人理的萧碎燕，会遇见昨晚的危险吗？从前我怕了，可以往后退一步；如今我怕了，身后就是万丈深渊，退一步就是想要我命的刀口。我不动，他们也会动。殿下，不好了！何事？武殿下在禁足处闹起来了，叫嚣着要见您。他见我做什么？还嫌害我害得不够？武殿下说，今日若见不到殿下，他便绝食。哟，皇太女殿下终于肯赏脸了。五哥，你要是饿了就吃饭，别拿身子开玩笑。你还真以为我是想让你来劝我吃饭？那不然呢？你是真傻还是装傻？猎场那时你差点没命，你还敢在宫里晃得这么安稳？怎么怕我？我如今连院门都出不去，还能把野狗藏床底下咬你？五哥以前也没少害我。是，我看你不顺眼，恨不得你从皇太女的位置上摔下来。可我要害你，用得着放野狗？猎场守卫森严，哪来的野狗？又是谁能让那些守卫都瞎了眼？你不会真以为这是天降横祸吧？父皇已经在查了。父皇查父皇的，可你自己若还把脖子伸出去让人砍，谁也护不住你。五哥到底想说什么？小心大哥。大哥不会吧？他一直待我挺好的。接风宴那次是他先替我说话，猎场出事后也是他带人找我。所以他最像好人。七妹，你当真以为这宫里谁脸上写着坏字，谁才会害人？花生糕那次他替你求详查，说得多漂亮啊！一边救你，一边告诉所有人你蠢，只是个什么都看不懂的摆设。猎场呢？他满林子喊你，人人都看见他情深意重。若你死了，他伤心；若你没死，他无辜，多干脆。这些只是你的猜测。对，就是猜测。我被禁足，什么也查不了。可我就是看不惯他每次都站在最合适的位置，说最合适的话，最后所有人都觉得他温和稳重，顾全大体。凭什么？我们都摔进泥里了，他还干干净净站在岸上。行了，话我说完了，你爱信不信。出去以后继续喊他好大哥也随你，反正被野狗咬的又不是我。五哥为什么提醒我？我乐意，我就是不想看你死的不明不白，显得我输给一个死人，更窝囊。七妹，别拿从前那只装傻当抱枕斧了。有人真想杀你时，你越傻，死得越快。殿下，五殿下的话能信吗？不知道。说他说的是假的，我不过多疑一场；说他说的是真的呢？猎场那边都收拾干净了，放心，痕迹早叫人抹了。只要别再有人提起大皇子。大皇子，猎场，难怪五哥要我小心大哥。大哥平日里那般温和，可如果这一切真是他做的，那之前他帮我都是装出来的。殿下，您怎么了？五殿下又骂您了。别声张，我没事，就是五哥说话太难听，我被气着了。五殿下就是见不得您好，奴婢去请李公公，还是禀陛下。别，谁也别去。不能找父皇，只有几句话，连人都没看清。不能问大皇子，说他无辜便伤人，说他有鬼，就是把脖子递到刀口下。殿下要喝水吗？
不用。裴炎，至少他能先替我把这几句话掂一掂。殿下，您这是被谁揍了？没睡好。那今日的骑射课，奴婢替您去告假。不告，备马车，去校场。殿下，昨夜没睡？睡了。殿下找我有事？裴炎，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当我昨夜没睡醒，再胡言乱语。殿下先说。我不是要争什么，也不是想害谁，我就是想知道，我还能信谁？我没有证据，也可能听差了。五哥提醒我小心大哥，我本不该当真，可我放心不下。这件事，殿下还告诉过谁？没有，五皇子也不知道我听见了什么，我也不想让他查。殿下为何来找我？因为我怕死，也怕冤枉人。我当这个皇太女，每天都像脚底踩着冰。若真是他要我的命，我不能装作没听见。殿下信我吗？信。好，这件事交给我。殿下这3针照常行事，不要问五皇子，也不要试探大皇子。有人问起，只说受了惊，想歇着。我最会歇着。殿下身边不要离人，去哪里都带着下河。东宫入口让人盯紧。你这么说，我更怕了。你呢？会不会有危险？怕是对的，怕才会小心。我去查换房、兽笼和出入的人。殿下既信我，就等我消息。殿下，裴公子同您说什么了？您脸色怎么比去时还白？他说让我等。殿下，大皇子派人送来的安神香，收去库房，连盖子都不许开。殿下，李公公来了。陛下有旨，召殿下即刻去御书房。3天前裴衍问我信不信他，我说信。可现在我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活得这么清醒。你早就知道了。儿臣只是听到些不对劲的话，不敢确定，才让裴衍去查。守门人收了你的银子，狗群被饿了3日，放临前还用血皮引路。剑囊也是你的人故意遗下，为嫁祸守卫失职。陛下，陈寻剑囊得印记，查到采买处，又查到运狗笼车辙，看守狗笼的人已招认，是奉大皇子之命，在萧岁燕入林后放野狗群。儿臣无话可说。无话可说，那是你亲妹妹。亲妹妹，父皇可曾想过，儿臣也是您的亲儿子？儿臣是长子，是中宫嫡子，自幼学的都是如何承继大统。他躲了16年，什么都不会，只因儿臣等人失了圣心，他便坐上皇太女的位置。他说他不想要，可他坐在那里1日，便是在告诉所有人，我这个长子连他都不如，所以你便要除掉他。儿臣不敢。传旨，大皇子谋害皇太女，罪无可救。即日起废去皇子封号，削其宗籍，流放3000里，终生不得回京。拖出去。父皇，陛下！殿下，要不奴婢陪您过去看看？我去了能干什么？
我不会治病，连跪在堂前说2句像样的话都不会。殿下，陛下醒了，召您过去。殿下，我能不能先去换身看起来得体的衣裳？殿下，陛下等着呢。父皇，大哥的事，儿臣并非有意为之。儿臣若早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早知道，你会替他瞒着？儿臣不知道。你看，你连这个时候都不肯撒一句漂亮的话。儿臣愚钝，让父皇失望了。不是愚钝，是心软。朕以前总觉得储君要聪明果断，要懂得以一人之俗换天下之局。那儿臣就更不合适了。朕从前也这般想，你接连惹出祸端的时候，朕在御书房坐了一整院，翻来覆去的想，这家国天下到底该交到谁手里？父皇，儿臣没用。没用。花生糕之乱，你核对出了最细微的纰漏。秋烈遇刺，你手里握着大皇子的致命线索，却并未落井下石，添油加醋。你娘走后，朕想过把你接到身边养，可那时候朝堂不稳，前朝后宫都盯着储位，朕就想把你藏得越深越安全。朕这辈子见过太多聪明人，聪明到让朕不敢闭眼。朕不缺聪明的儿子，朕缺一个赤诚的。父皇，可儿臣不会，儿臣怕。怕是好事，不怕的人才最容易把天下当儿戏。不会，朕可以教你。朕选你，因为你不愿为权位害人，朕才敢把大旗交到你手里。殿下，陛下同您说什么了？父皇不是在一时胡闹，他是真的要将大旗交到我手里了。裴衍，殿下，殿下，奴婢去前面看看路。裴衍，我是不是特别没用？我什么都不会，不会争，不会算计，不会拉拢朝臣，连夫子教的威严眼神瞪久了眼睛都算。殿下为何这样说？他们都比我像皇子，若不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出事，怎么会轮到我？我从小学的只有别出头，别惹事，可现在所有人都把我推到最前面，我连往哪儿躲都不知道。殿下已经没有躲开野狗群，也没有躲开过敏使臣那件事，没有躲开构陷男子那件事，也没有躲开大皇子。那都是被逼的，我若能躲，肯定躲得比谁都快。可当萧岁燕也好，当皇帝也好，总不能一辈子都靠被逼吧？可殿下还是站在那里了。我配不上父皇那句话，别人当储君想着开疆拓土，名垂青史，我的脑子里空空如也，也不会治理国家。那便先不想开疆拓土，也不想名垂青史。殿下想不想让大齐百姓过上好日子？殿下想不想当皇帝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若有一日殿下当了皇帝，想做什么？殿下怎么在外头站这么久，手都冻红了？快进屋，奴婢给您煮姜汤。夏荷，你想过好日子吗？想啊，谁不想过好日子？有热饭吃，有厚衣穿，月银按时发，主子不挨骂，奴婢也不挨罚，这不就是好日子吗？那宫外的百姓呢？也想吧，收成好就能多蒸2顿白面馍馍，过年还能扯一块新布。殿下找什么？奴婢来。找夫子罚我抄的东西。殿下，您是不是病了？那可是治国策，您平日看一眼就说头疼。我还是害怕，怕上朝，怕夫子，怕父皇失望，怕朝臣盯着我，也怕自己真的当不好这个皇太女。我不想一下子变成英明神武的人，我变不了，可我总得先学一点。母妃，我还是会苟住的，只是这一次不是躲在角落里苟。殿下，明日还要睡到日上三竿吗？奴婢错了，睡到晌午也成。明早叫我，夫子到之前。您主动去见夫子，比打仗还吓人。
殿下真去啊？去，话都说出口了。殿下今日来早了。夫子，我该从哪里学起？看不懂。看不懂不可怕，看不懂还敢点头才可怕。今日先学折子格式，何处是是，何处是请，何处是推责，何处是挖坑。要命的，要钱的，要面子的，着户部核查，让户部赶紧看看。殿下这批注，若叫朝臣看见，怕是要连夜告老。殿下，要不奴婢替您抄2页？抄错一字，加10遍。殿下，奴婢相信您。夫子，您是不是病了？这字写的还是丑，不过比从前只会画圈强。这个你说。南边水患，先拨阵营，再让地方报损。若等他们一层层请示，百姓怕是撑不到朝廷吵完。儿臣说错了。没错。小碎燕，陛下今日多用了半碗药。殿下，这一句若写下去，下面的人便有借口拖延。储君心软不是坏事，可不能让人拿着心软当刀。皇太女，陛下驾崩了，请皇太女节哀。臣等恭请皇太女即皇帝位。陛下，慢些。臣有事禀报。今年几处州府水旱相接，百姓赋税已缓，国库现在空虚，处处要银子，该怎么维持？百姓过得尽苦，还修什么面子上的义道？那也不行。陛下，后宫出了点小事，7位美男打起来了。为了一件旧披风，还打碎2扇屏风、1只花瓶，扯坏了库房薪绸缎。谁砸的谁赔，赔不起去抄公规，抄到能算清1只花瓶多少钱为止。这是五皇子欠宫中赌债，传五皇子。这是什么？玩2把而已，又没压御书房门口实施。那你压了什么？御花园经理20位，库房旧毯3张，还有7位美男打坏东西的赔银，反正他们也赔不起。你会看账，对不对？这些数对得上吗？会。陛下，对不上。屏风报紫檀嵌玉，送修的是普通木瓶，绸缎报10匹，领单只有3匹。锦鲤也不对，上月御花园只剩8位。陛下，此事恐不只是后宫嬉闹，我只是赌我没贪那几笔破布。你赌也不是好事，但今日这账未必全是你的荒唐。受灾州府赋税先缓3成，徭役能免则免，修面子工程的一律停下。宫中用度从今日起减。陛下，国库，所以要查账，从宫中库房查起，再查各部近3年账册。谁说国库空虚，便先把银子花到哪里去了说清楚。那我的赌债，封桌禁赌，欠条留下，你也留下，帮夏荷把乱账一笔一笔对清，对不清，俸禄继续扣。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朕会撑住大旗。哎呦，王老哥，今年这麦子收成看着不错啊，
今年不仅没加派徭役，朝廷还给村里发了新式水车图纸。我活了60岁，就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纯粹是因为当初看那些税收折子，账目又乱又繁琐，索性让户部全砍了。谁能想到这无心插柳的一招，直接让大齐的商贸盘活了。列位看官，今日咱们不说前朝旧事，就来说说咱们当今女帝。要说历朝历代的皇帝登基，哪一个不是先修皇陵建长宫？可咱们这位陛下登基第一天下发的第一道圣旨，你们猜是什么？是什么？难不成是大赦天下？错，是给京城百官和各部衙门放了整整3天的假。陛下还立下规矩，就是说不短，以后上朝的折子，谁要是敢写繁琐的酸文假醋，直接打回去。想当年先帝赐给陛下7个绝世买男，咱们陛下为了大齐的江山社稷，硬是没让他们进后宫祸乱昌纲，反而将他们全打发去了皇家农庄。去年咱们吃的高产粤东小麦，就是那几位美男的功劳。陛下圣明，万岁万万岁！治大国如烹小鲜，少折腾百姓，多一点把人当人看的常识，这天下自然就会好起来。虽然这几年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但我用我的办法守住了大齐的这口锅，并且让每个人的碗里都有了肉吃。主子，您怎么眼圈红了？可是风沙迷了眼。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咱们大齐的麦子长得真是不错。走吧，趁着户部尚书还没追出城，咱们再去前面那个镇子的酒楼搓一顿好的。老李，买单。